大家好，我是波霸，欢迎收看波霸的装备袋。拍摄野生动物时，请记得不逼迫、不喂食、不干扰。想要拍摄自然的奇迹，请务必保持最美的距离。我左手这一台是新一代的国民神机 A7M， 我右手这一台是身价翻倍的 A1 Mark II。到底拍鸟有需要用到顶规吗？或者是 A7M 这一台身价只要一半，有没有机会以下犯上？这是最近网络上很常讨论的一个比较议题，两派都有人说，所以我决定亲自来实测看看到底是怎么样。而且我没有一定要拍美照的包袱，所以这一集我会直接原图直出，照片不修，用最赤裸裸、最暴力的方式，把它最原本的样子呈现给你们，让你们看看差异到底在哪里。首先，大家最在意的肯定是对焦嘛，因为拍鸟。那我们先从针对复杂背景的对焦状况来试试看，就是鸟躲在树枝后面啊，或者是背后有水光波纹啊，或者是后面有绿叶这样子。各位好，我是兴趣小摄影师郑。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做的测试呢是 A12 对比 A75。我今天特别找到波霸在这里，这附近，然后我们一样呢都会配上200、600，往一样的地方去做拍摄。然后 A75 到底成功率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拍什么？翠鸟。还有什这翠鸟。今天这边应该就只有翠鸟吧？只有翠鸟比较挑战性吧？对，今天这边主要是翠鸟速度的题材试试看。600。那要很。还起飞吗？拉丝干。预拍摄，我弯到了。哎呦。觉得如果以对焦辨识来说 ，A75 跟 A12 几乎没有区别，就是至少我自己两台试用下来，我觉得我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以追焦就是那个速度来说的话，准焦率确实 A12 会比 A75 高一点。对，我觉得确实比较高。对，我继续再看。冲水有拍到了，今天有还行了。好，那我们视情况，明天可能再拍一点其他的测试，其他的小鸟。OK， 对 ，Let's go。在实际使用的体验上AI 对焦两台相机是几乎没有分别的，至少我自己感觉不出差别。有的时候75辨识得到A12 辨识不到，有的时候 A12 辨识得到A75 辨识不到，就互有输赢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时候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可以辨识两台都可以，不能辨识两台都不行。不过有一个蛮有趣的是，在快速移动的物体追焦上，原本刚拍完在现场，虽然有感觉 A12 好像有好一点，不过差异应该没有到很大。结果回家整理照片的时候，一张一张看，刚好A12 的准焦张数刚好是 A75 的2倍，这代表了快速题材两台相机确实是有差异的，官方给的规格也很实际。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自己实际在体验上面，我觉得两台的差异真的没有到这么大，体感大概相差20%、30%左右而已吧。可能你相机本身使用者对器材的熟悉程度，它影响的差异会比你这两台机身本身的性能差异来得更大。至于有些人有问我果冻效应怎么样，可能在拍像飞机的螺旋桨或者是高尔夫挥杆那种快速的题材会比较明显，但是我自己在拍鸟使用上，我有拍翠鸟那些燕子那些嘛，我看不出来，所以我又做了一个实验。大家很好奇，就是 A75 的果冻嘛，因为人家都说 A12 没有果冻，A75 有果冻拍鸟到底行不行？我今天早上试翠鸟，我是完全看不出来。那我觉得我们直接来试试看，就是因为我们拍鸟顶多就是这样子动嘛，我直接试试看用那边木桩，看能不能拍得出果冻效应。我们用栅栏中间那根来试试看，我们能把它拍成斜的。再来一次。好，你怎么对着我脸拍？我们回去看看到底这个果冻会不会影响到拍鸟啦。因为顶多我这样应该算甩很大力了吧？大家看得出来吧？我是用腰力在甩的。回去测测看果冻吧。我甩了超级多次，用了全身的力气下去甩。好，回家检查照片的时候，终于找到这么几张比较明显的果冻。
但其实日常使用上，以拍鸟来说是不太可能这么极端呐。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平常是以生态摄影为主的话，不用太担心75的果冻效应。但如果你是拍体育为主的话，可能自己要斟酌一下这样。至于暗光表现和白平衡，我有拍一些素材，你们自己用眼睛看最准。我不评论，我不修图，就直出。下午4点40分左右，菱角鸮还在睡觉。我们用这个光线不好的时候来测试看看 A75跟 A12的暗光表现。在测试的是 A12的第2档 ISO， 就是我录 S-Log， 然后原生 ISO 5000。大家可以先看画面，因为这里其实已经算暗光了。我在这只菱角鸮在睡觉，然后我的快门只有1/60，因为 ISO 5000其实这个环境不太够。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A12的画面，我也录大概30秒。我有上脚架，所以才那么稳。哦，它张开眼睛了，好可爱。现在录的是 A75第2档原生 ISO 8000。然后快门一样是1/60。那像这个竹林这个环境的话 ，A75的 ISO 就比较够，因为它第2档是8000。你可以等一下可以拍一下那个竹林，用手机看有多暗，好可爱哦。这不是静止画面，它只是在睡觉。大概这么暗。再来还有一个是群组里的朋友希望我测的，就是第2档原生 ISO 的差异，还有在暗光环境下不开 S-Log， 用暴力的32000 ISO 拍出来的影片效果到底差多少？现在我们要来做比较极限的测试，就是环境很暗。我们不拍 S-Log， 我们用一般模式，然后把 ISO 直接开到32000，不是12800，我直接开到32000，然后看拍出来的噪点录影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这一段很暴力的 ISO 的测试啊，我都是开自动排平衡，我没有调色温，没有调颜色，就是用自动的，看看他们2台出来的画面颜色会不会不一样。再来这一段是 A12， 然后 ISO 32000，一般模式不是 S-Log 拍出来的效果。当然 A1 Mark II 贵这10几万还是有道理的，它有2点是完胜的，一个就是裁切，因为他们2个画素一个是5010万嘛，一个只有3300万，他们2个可以裁切的比例还是差太多了。A12 可以直接把画面从这样子裁成这样子，然后 A7M5 的话，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裁到这么多，只能像这样子。然后第2个完胜的是观景窗，确实 A12 它的 EVF 是肉眼可见的比 A7M5 的 EVF 呈现出来的画面更细致，我自己是觉得有感的啦，但是这个我只能用口述的，我很难让你们看到差异，因为我用拍的拍不出来。A12 完胜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连拍可以按着，那 A75 很多人笑它是1秒真男人，但我自己实际在使用上，我的部分我很少按着连拍、快速连拍30张的那种超过1秒的。而且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比较注意，网络上很多人讲错的。A75 的1秒真男人是按快速连拍，就是1秒30张的那种，然后是开无损 L。
A12根本没有这个格式可以开。A12要开快速连拍、30连拍，只能开以压缩，所以很多人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我觉得不太对。但是 A75它本身如果也开以压缩的话，可以拍好像3.3秒啊，我记得。那我在实际使用上是90%以上的高速连拍场景，我觉得很够用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但接下来说录影的部分是 A7M 的大逆袭。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习惯用手持拍鸟的话，那 A7M 完胜。为什么呢？因为 A1M2 它的 4K120只有基本的防手震，就是镜头上的那个开关。那我们平常用200、600在拍，或者是用640之类的，反正只要开到600端，那个防手震跟没有一样。4K120的素材基本上完全不能用。A12 4K120手持，同一只凤头，我一样拍30秒，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差别。不行耶，光15秒就感觉得到差好多哦。嗨呀，凤。那 A75呢？目前只有它有的就是 4K120的状况下有增强防抖，而且它本身又是裁切过的 S35模式嘛，等效 1.5 倍，再加上防抖开下去 1.2 倍，600mm 的镜头，它等效大约会是1000mm 左右。这个在对拍其他题材来说可能会很扣分，但是对拍鸟来说超级加分。对啊，光这样拿着就差好多了。光这样拿着就差好多了。而且它的 4K120因为有增强防抖，所以素材真的可以用，我觉得很夸张，这是我在使用上我超级惊艳的一点。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点，省电。A75超级有感的省电，比 A12至少省电30%吧。因为我跟 Enzo 我们两个人同时，一人拿 A75，一人拿 A12，我们两个设定都一样，然后有开预拍都有开，没开的时候都没开。拍出来我的电量已经掉到不到一半了，它还有多蛮多的，就至少差了30%，甚至更多。最后总结一下，谁适合用 A1M2？如果你需要极致的裁切，拍小鸟你希望把它放大很大很锐，可以数毛，或者是你喜欢那种机关枪按着连拍，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不停一按按很久的那种。还有或者是你是一个职业的生态摄影师，你不希望错过任何的画面瞬间，或者是你就是喜欢那种观景窗看出去的极致爽感，那你可以使用的会比较推荐就是 A12。那什么样的人适合 A75 呢？其实我觉得90%喜欢拍鸟当兴趣的人都够了，包括我自己。你可能会问，那我为什么没有买 A75？ 因为当初没出啊，我等好久了。因为它的对焦性能其实不敢说过剩，但是至少我觉得使用下来没什么问题，都够用了。然后甚至它的影片的防抖比A12还要强，然后电池续航也更省电，也没有过热问题。所以，如果是以一个当兴趣拍摄生态的人来说，我觉得 A75 完全够用。相机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价差省下来那个钱，可以去买一支不错的镜头了。然后剩下的钱，可能带家人出去吃吃喝喝啊，可能都更实在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就是我这次实测下来的真实体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波爸，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
我新开了一个赖的社群波霸的装备袋，里面有最真实的器材实测、配置建议，还有我私房拍摄心得。如果你也是装备控，或者对生态摄影有兴趣，欢迎加入我的新天地，一起交流讨论哟。未来如果有团购或是各种优惠资讯，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在里面哟。连结就在资讯栏，让我们在那里继续聊摄影、聊鸟鸟、聊装备。我们社群见。